没有发现，越努力投资的人，反而越容易赔钱？不是因为你不够聪明，而是因为你还没看透这3件事。多数人一辈子都在追报酬，但真正变强的人，第一天学的却是如何不被市场淘汰。真正的财务实力，不是赚得多，而是活得久。如果你以为投资的关键是选对标的，抓对时机，那你可能正走在一条看起来很努力，实际却很危险的路上。那些能在市场走10年、20年的人，几乎都看透了同样3件事。这不是技巧，是一种认知层级的转换。投资不是比谁赚得快，而是比谁死得慢。听起来很怪，但这正是多数人一辈子赚不到钱的原因。当你还在问这一档能赚多少，真正变强的人只问一件事：我这样做会不会被市场淘汰？今天这支影片，我想跟你谈一个人在投资与财务上开始真正变强，究竟是从哪一刻开始的？第一件事，看透风险比收益更重要。从表象来看，多数人一开始就看错重点。多数投资者一进场，脑中反复盘旋的都是同一类问题：哪一档会涨最快？怎么短期赚一波？注意力完全被收益2个字俘虏，眼睛只盯着报酬率，却很少有人先问一句：如果看错了，会发生什么事？从本质来看，强者先想的从来不是赚多少。真正的投资强者明白一件事：投资的首要任务是管理风险，而不是追逐收益。这种觉醒建立在3个冷酷却无法逃避的现实之上。觉醒1：亏损具有残酷的非对称性，亏损的伤害远大于获利的喜悦。亏50%，必须赚回100%才能回本。这不是数学游戏，而是一条生存铁律。强者的第一课永远是保护本金，因为失去战场的士兵没有未来。觉醒2：不确定性是唯一确定的事。市场的本质从来无法被精准预测。成熟的投资者不再浪费精力猜明天涨或跌，而是专注打造一套无论市场怎么走都能继续运作的系统。他们不是在不确定性中赌博，而是在不确定性中布局。觉醒3：风险往往藏在共识里。风险最可怕的地方在于，它经常躲在乐观与共识之中。当所有人都说某个资产稳赚不赔，往往正是它最危险的时刻。看透风险，就是学会在市场狂热时听见警钟。思维的转变，从追逐获利到确保生存。问题转变，从我能赚多少变成我最多能承受多少损失。决策核心：资产配置、部位控制、停损纪律。心态定位：从猎人转为生存专家。具体实例：新手及成熟投资者。投资新手常说：你看那档新能源股，我朋友半年赚了80%，我也all in，再不进场就错过财富自由了。这时我只会反问一句：如果它跌了50%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新手往往一愣：不会吧，大家都说这是未来趋势啊。而成熟的投资者会说：我的投资组合里有股票，有债券，有现金，就算市场大跌，整体损失也有限，而且我还有现金等机会出现。关键比喻：风险控管的真正意义。风险控管就像系安全带，不是为了开得更快，而是为了活着到达目的地。最终觉醒：原来真正的强者不是先盯着哪里有黄金，而是先看清哪里有地雷，并且早就规划好安全的路线。第二件事，看透市场先生是疯子，而你才是自己的主人。从表象来看，多数人其实被市场牵着走。许多投资者的一天随着 K 线图上下起伏，股价一涨，心跳加速；股价一跌，情绪崩溃。不知不觉中，人们把价格的波动误当成了价值的变化，于是追涨、杀跌，反复轮回。从本质来看，市场天生具有双重人格。市场从来不理性，它有2张脸。短期是投票机，由情绪、消息、流动性主导；
价格常常偏离价值，长期是称重击，最终企业的内在价值会被一点一滴撑出来。看不清这一点的人，会被短期价格折磨一辈子。关键预言，市场先生其实是个疯子。在智慧型投资者中，作者称市场为市场先生，他是个情绪极度不稳定的生意伙伴，每天都来敲你的门，报出一个完全不同的价格，有时亢奋到愿意高价收购，有时忧郁到低价抛售。你的任务不是相信他的情绪，而是利用他的情绪，在他极度悲观时买进，在他极度乐观时卖出，而不是跟住他一起发疯。关键视角，所有权思维决定你的层级。强大的投资者明白，股票不是跳动的数字，而是一门正在运作的生意。当他们买进一档股票，关注的是这家公司赚钱模式稳不稳，有没有护城河，管理层值不值得信任。至于股价荧幕的闪烁，只是背景噪音。关键能力，切换时间维度。真正的分水岭，是你用什么时间尺度看市场。成熟的投资者早已摆脱分时图暴涨，把视野拉长到数年，甚至数十年。在这个尺度下，短期波动往往只是水面上的小涟漪。思维的转变，你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改变。身份转变，从价格的追随者变成价值的评估者，从情绪奴隶进化为冷静的企业主。情绪关系从被市场牵动转为观察市场情绪，不再预测市场，只评估价值。时间框架从日内涨跌拉升到经济周期。真实例子，恐慌的人和冷静的人。股市大跌那天，满荧幕一片绿。投资新手恐慌卖出后懊恼地说，完了，我的科技股全部腰斩。大家都说经济要崩溃了，我下了全砍，结果真的赔惨了。而老手呢，他手上的好公司股价也跌了 30%， 但他先做的不是卖出，而是打开财报，营收获利仍在成长，商业模式没有改变。他心想，市场先生今天情绪很差，正在用低价甩卖好资产。于是他反而加码了一点，因为他知道股价是价格，企业的价值才是真理。最终觉醒，原来真正的强者不听市场的噪音，只相信自己的判断。他们利用市场的疯狂，而不是被疯狂吞噬。第三件事，看透自己才是最大的风险与变数。从表象来看，大多数人一直在外面找答案。很多人踏入投资后，第一件事不是认识自己，而是急着寻找圣杯、完美指标、必胜策略、名师名牌，下一套能一劳永逸的方法。庞福只要再多学一点外部知识，成功就会自动发生。从本质来看，真正危险的从来不是市场。到最后你会发现，投资中最大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从来不在市场，而在你自己。这是一场关于自我认知的觉醒。真正的强者最终都看透了这一点。觉醒一，行为偏误才是亏损的源头。过度自信、从众心理、损失厌恶、确认偏误，这些不是理论名词，而是一次次把人送进亏损深渊的力量。人性的弱点在投资里会被无限放大，造成的伤害往往比市场风险还大。认识自己是所有反人性操作的起点。觉醒二，能力圈是你最重要的护城河。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是最致命的风险。真正成熟的投资者对自己的认知边界非常清楚，他们只投资于自己能真正理解的领域，并对能力圈之外的机会保持谦卑与敬畏。诚实面对无知比假装全知需要更大的勇气。觉醒三，时间会站在谁那一边。时间有两张脸，它可以是复利最强大的盟友，也可以是情绪最残酷的敌人。很多策略在纸面上完美无缺，却败给了执行者的焦躁、不耐与回忆。无数人的失败不是因为方法错了，而是撑不到他发挥力量的那一天。看透时间靠的不是聪明，而是耐心与纪律。
终极现实，投资的最后1公里永远是纪律。没有纪律，再好的策略都只是漂亮的理论。投资的终局是一场与自己反复交手的比赛，真实时刻，市场反弹后的顿悟，几个月后，市场反弹。投资新手经历过大起大落，终于明白自己最容易赔钱的时候，不是因为看不懂公司，而是管不住自己的手。看到暴涨就追，听到八卦就信，亏钱就失眠，很累，对吧？恭喜你，这正是最重要的一课。老手的答案，把人性关进制度里。投资这面镜子，最终照出来的是你的贪婪、恐惧与性格。老手也都走过这条路，所以他们最后只做3件事：一、写投资清单，只买我花超过10小时研究，且能对5岁小孩讲清楚的公司。2、设定机械化规则，跌多少一定停损，涨到哪里分批获利，不靠感觉，不靠情绪。3、定期检讨决策，而非损益，当初买进的理由还成立吗？如果今天重来一次，我还会做同样的决定吗？最终觉醒，真正的变强，发生在这一刻。所以，最难的从来不是打败市场，而是管好自己。当你不再怪市场、怪运气、怪名牌，而是回头审视自己的每一个决策，并为它负责的那一刻，你就真正开始变强了。总结，投资者变强的3部曲。投资者真正变强，不是一个技巧的突破，而是3层认知的一序觉醒。他们层层递进，形成一个完整的进化闭环。第一层，对外防御，先活下来，再谈成就。放弃暴力幻想，拥抱风险管理。核心任务，在市场中存活。关键能力，控制亏损，保护本金。心态定位，生存优先的务实主义者。你明白，只要本金还在，就永远有下一局。第2层，对境洞察，别预测市场，理解市场。放弃对预测的执着，转向价值与情绪的判断。核心任务，建立正确的市场观。关键能力，价值评估，情绪分离，心态定位，理性观察的企业所有者。你不再跟疯子吵架，而是在他失控时冷静捡便宜。第3层，对内修炼，真正的敌人是你自己。放弃寻找圣杯，开始打造纪律。核心任务，克服人性弱点。关键能力，自我认知，纪律执行，心态定位，持续进化的终身学习者。你终于承认，策略决定下限，人性决定上限。投资变强的路，就是这3个转变，从追明星股变成守安全边际，从预测市场变成利用市场情绪，从找方法变成修自己。看透这3件事，你就从一个被市场、情绪与资讯流推着走的投机者，开始进化为一个有框架、有纪律、有自知之明的长期投资者。觉醒后的投资者会长成这样，你会发现自己慢慢出现这些变化。1、说话内容变了，不再问哪只会涨，而是问风险有没有被低估。2、情绪钝化了，市场疯狂时，你反而冷静；市场恐慌时，你开始思考。3、出手变慢了，交易次数变少，但每一次都想得更深。4、反思变成习惯，不只看赚赔，而是检讨决策品质。5、真正接受慢慢变富，不再被捷径诱惑，开始尊重时间与复利。你不再预测风向，而是建造能撑过风暴的房子。你不再追逐热点，而是深耕自己真正理解的土地。你最终明白，最需要征服的不是市场，而是那个急躁、贪婪、害怕错过的自己。变强的起点是承认自己的无知，变强的过程是每日的纪律，变强的结果是成为那个你曾经仰望的理性而从容的决策者。到最后你会发现，投资真正变强其实只做了3件事。第一，你不再幻想暴利，而是先学会保护本金，因为只要活着就永远有下一局。第二，你不再试图预测市场，而是看懂市场的情绪，在别人疯狂时保持冷静。第三，
也是最关键的一件事。你终于看清，最大的风险从来不是市场，而是你自己。当你不再怪市场、怪运气、怪名牌，而是为每一次角色负责，你就已经走在少数人的路上。你不再追逐风向，而是建造能撑过风暴的房子。真正的投资强者，不是赚得最快的人，而是那个在任何行情下都能睡得住的人。